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，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我们两个就在这浩瀚的星辰能够相认，你该信我心的缘分无可否认，也经历了扰扰纷纷，能不能珍惜未来所有点点滴滴。You came into my life and I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alive. You got my heart, got it burning like a fire. Cause when I'm with you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，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回来了，有没有思远的消息啊？没有啊。他已经有好几个小时没有上线了。现在的孩子如果不上网，就好像是要了他们的命啊！你们要不要报警啊？妈，还没到24小时，还不能报警啊。不是说同学跟朋友都没有他的消息吗？有一个我们刚刚知道的网友，思远可能在他那边。网友？什么网友啊？思远最近在网络上加入了一个协会，他跟那边的网友蛮好的。那赶快跟这个网友联络啊！我已经发讯息给这个网络的管理员了，但是他还没有回复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思远他为什么会突然间离家出走的？你又对思远说了什么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对他不要那么严格。现在的孩子这么敏感又脆弱，你要用爱来融化他。像你这样硬邦邦的教育方式，迟早会出事。是，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，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。你看，你看，没说2句就不高兴了。你妈我也会不高兴的。妈，思远的事跟林丽无关，现在找不到思远，他也是很心烦。我每一次说他，你一定会帮他说话。我知道你脾气好，疼老婆，但是不可以每次这样宠他的。你看他现在变得多难相处，连我这个做妈的都很难跟他沟通。还有女儿啊，都被他逼得离家出走，都是因为你对他太过妥协，太迁就他的。他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负责任。他这么难沟通，都不知道你们平时是怎么相处的。你去哪里啦？
陈实，陈实，你为什么不进房去睡？思远回来了？还没。唉，思远这孩子就像他妈一样固执，就不知道家人在担心他。哎，你去洗把脸吧，我弄点吃的给你。啊，早。哦，林丽啊，你去问一下你老公，他要吃半生熟的还是要全熟的蛋？哦。我的心肝宝贝，我的乖孙，我的思远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外婆现在在家里，看见你的照片，你的房间，就是看不见你。外婆想你，想你，想到牵肠挂肚，想你，想到生不如死。哦，啊呦，没事没事，我只是胸口有一点闷闷的，呼吸有一点不顺畅，头也痛得睡不着。不过，基本上没事，你真的不用担心我。我知道，你离家出走一定有你的原因，但是外婆老了，我的心脏如果知道说我再也联络不到我的宝贝孙女，可能她随时就会爆炸。所以，如果你有看到我的视频，一定要马上给我回复，要给我回电 ，OK？ 好。外卖到。等很久了哎，你要是外送员啊，我一定投诉你啊！你要的这家店这个时候去是要排成蛇形队伍的。当然啦，这可是我心目中排名No.1的店哎。来，吃。第一次离家出走啊？关你什么事？一看就知道没有什么经验。你出门带这么多东西，不觉得麻烦啊？是不是连陪睡的娃娃也带在里面？我喜欢，不行啊？你知道，离家出走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的吧？我没有要改变什么。真的吗？你的任务已经达成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所以你就一直不回家，不去上学，一辈子待在这里啊？你很烦呢。你不要告诉我你什么东西都没想好，一气之下就跑出来啊！告诉你，离家出走是需要钱的，这碗面需要钱，这杯饮料也需要钱，你打了一整个晚上的游戏也需要钱的。看你没有打过工，赚过钱吧？钱给你。离家出走真的不是这么好玩的。回家吧。我就不想回去。你再唠叨的话，
我就跟你绝交。好，我不说。不过你之后要怎么做，至少要有个计划吧。不可能待在网吧一辈子。你说的没错，总不能在这里住一辈子吧？好。你好，我叫思远。小田，东升的女朋友。原来你跟你女朋友一起住啊？我们只是小学同学。他说只是小学同学。小学同学会住在一起吗？哦，我说错了，应该是房东和租客。他是屋主，我是房客。我住外面，他要住里面。而你也会住里面。等一下，东升跟我说过你的状况，但 sorry， 我家不太欢迎离家出走的人。喂，你听见咯？既然人家不欢迎我，那我只好离开。等一下，要走就一起走，思远。我们一起去找房子，在这附近要找2个房间，应该不难。什么我们？什么2房？你都不肯收留我的朋友，我又不可以丢下他一个人不管，只好搬出去，跟他一起找房子。哎，刚刚只是开玩笑的。我家最喜欢帮助那些离家出走的陌生人，不过条件是东升也要跟我约会。思远对吗？房间在楼上，行李我来拿。你不要勉强啊，2个房间真的不难找了。好的房间很难找，好的房东更难找。思远，你以后就住在这里吧，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。有什么问题尽管跟我说。你暂时就睡这里吧。我让你住进来，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的朋友。你放心，我对你的东升没有兴趣，他不是我的菜 ，OK？ 真的吗？但你好像也不是东升的菜。你懂什么啊？我是不懂你，但我懂他。他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可是你好像不是很欢迎我。我欢迎你啊，我家就是你家。哎呀，我一急记性就不好。啊，我明白，不急，我不急。东升他很像什么？我都说了不能急。我昨天在网吧待了一整晚，我现在很累，我要睡觉啊。好，我不急，你慢慢睡觉，睡醒了就赶紧告诉我。好啊 ，Rest well。你再不回电，我就报警。我的心肝宝贝，你终于打来啦！怎么样，心还痛吗？啊？哎呦，哎，
你一打来就什么心痛、胸痛、头痛，通通都不痛了。你少来啦！这些台词又是哪里来的？连牵肠挂肚、生不如死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你以为在拍古装戏啊？啊！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有时候戏里面的对白跟现实生活中的心情是一样的。哎呦，你看看你的熊猫眼，还有啊，你怎么都瘦了一圈？一定是在外面吃不好、睡不饱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外婆，你不要这么夸张。我现在在朋友的豪宅啊，你看这里有大床，外面还有人在打高尔夫球。你看这里的厕所，比我的房间都还要大哎。我在这里很舒服，比在家都还要舒服。所以啊，你就不用担心我啦，我最近会住在这里。可是你一整晚都没有回家，爹地妈咪很担心你的。气消了，马上就回家，没有地方比家更舒服，知道吗？他们有说什么吗？没有啊，没说什么。他们应该说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没事没事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你跟爹地妈咪说话啊。哎，思远赶回来报平安了。哎呦，他挂断了。他现在人在哪里啊？他说暂时住在朋友的家，刚才还给我看了他住的房间，感觉还不错，像是正经人家。什么朋友住在什么地方啊？我来不及问他就挂断了。现在思远只会打给你，你就打回去问他住在什么地方，我马上去接他回来。既然已经打电话回来报平安，那就让他暂时住在朋友家吧。我想，他也需要一点空间。对啊，诚实说的有道理。我只是担心，如果现在这个时候硬把他接回来，这会更反弹。对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就我一个人毫无道理。我是说，叫你学诚实那样，多为别人着想。对啊，我是不会为别人着想的。思远现在会离家出走，你应该很清楚理由是什么。你也不能够怪诚实啊，他说的对。思远他已经长大了，现在又是叛逆期，他可能是因为在学校或者是补习中心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，又或者是在家里没有自由才会离家出走的。妈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我知道你疼老婆，但是有些话该说的还是要说。那一个小孩，他会离家出走，多多少少跟家里的氛围是有关系的，所以你们两夫妻要花多一点时间沟通，有什么不愉快的要坦诚相对。你们都已经结婚那么多年了，这些不用我来教你们吧？妈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就不要插嘴。你妈我是过来人，我跟你爸那样还不是熬过来了？一对夫妻有什么不能够说、不能够解决的？除非诚实他有外遇。做梦，为什么都不出声？你们不出声，我会以为是真的。他真的有外遇啊！所以思远是因为知道了真相才会离家出走的，不是误会，不是背黑锅，更不是电视台的整人节目。你是头壳坏了还是脑进水了？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我女儿吗？我今天不打你死你，我不叫丽佳，我打死你呀！你怎么当人家的丈夫，当人家的爸爸，当人家的女婿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对不起。你们怎么会这样的？你们不是一直都很好的吗？
什么学人家搞外遇？你叫诚实，不是一直都很诚实的吗？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是，我的女儿是难沟通，但是她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，你要谅解她。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老婆，为你生了一个女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？为什么突然要退学？你的学业才刚刚有所进步，现在退学岂不是前功尽弃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不妨告诉老师。是不是学费的问题？你知道为什么老师经常说，人生就好像一道加减乘除的数学题？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，但是我一直都相信，只要我们把8、9除减，1、2加成，那么几率就能改变。你明白老师在说什么吗？我在想，等你以后长大了，你回头一看，你会发觉，其实现在我们所缺少的，在我们漫长的人生，其实根本微不足道。可是没钱就不能交学费啊。这样吧，你的学费我来负责。我要你努力用功读书，对得起自己的人生。那这样子，任何几率都能改变。明天准时上课，不见不散。王老师。校长，你又帮同学垫补习费啊？志明他的学业才刚刚有所进步，如果现在就退学，就等于半途而废。那补习中心的周转不灵，怎么办？这个你不用操心，只要对得起自己的人生，我相信8、9除减，1、2加成。没有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可以难得倒我。喂，老婆。啊？不行哎，我待会儿还要教课。这样吧，好吧，那我回家帮你拿文件，半个小时后见。拜拜。我帮你代课，去吧。喂，爸。啊？哎。进来。你要的东西。谢谢。对了，晚餐你们要自己搞定。我晚上还要开会呢。哦。怎么了？快说吧，我还要工作呢。我爸他又要借钱啊？每一次需要帮忙就找我们家，他以为我们家是 ATM machine 吗？他这次真的是有急需。哪一次不是急需？所以这一次是投资呢，还是拿去赌了？又不肯认错，又不肯改。如果不还钱，他会被人打死的。打死他，谁还钱？他都已经这把年纪了，难道你忍心看他被人家打吗？那你就忍心看你女儿没有钱读书啊？
怎么会呢？我们两个都还在工作，钱是可以慢慢存的。存，我们的联名户口已经被你爸清空几次了？你说，一下子说要投资，一下子又拿去赌，为什么他就不能够安分一点，老老实实的退休？满脑子想着要发财。Boss，Bernard 说现在就要把文件 fax 给他。总之，我是不会拿女儿的教育费去救济你爸的。这样吧，这一次就当成是我跟你借，好不好？我不是见死不救，但是我和思远也是你的家人。你会因为心软去帮助你爸，难道你就不能够心疼你女儿，而学会拒绝你爸吗？那算了，就当成我没有提过。我先回去了。刚才真的是很不好意思，贸贸然的要你帮我代课，还害你被家长骂。他骂得很好啊。不管怎样，还是我的错。我是说他骂得很好，因为他一骂我就有雪糕吃哎。你想吃雪糕，我随时都可以请你吃啊。你吃，我也有的吃，对不对？很难得有男的喜欢吃甜食哎。不是的。是以前念书的时候，我老婆她很爱吃，我就陪着她，吃着吃着也变成我也喜欢了。现在呢？现在就算是吃，也没有以前那种感觉。什么感觉？恋爱的感觉？是不是觉得我很浪漫？我是想说不切实际。不切实际也不是坏事啊。就是因为你的不切实际，才会看到那些有困难的学生；就是因为你的不切实际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才会得到帮助。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像你这种不切实际的人了。你还笑我？我是认真的。我小的时候，家境很穷，妈妈没有念过多少书，可是她一直都很深信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。他听说这里的教育很完善，所以拼了老命，不管怎样都要把我和弟弟送过来这里念书。可惜啊，即使是再努力，钱还是不够用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半工半读的，白天去念书，晚上就在餐厅里打工。餐厅的老板是个大好人，他不单是提供住宿，而且当他听到我没有钱交学费的时候，他就会假装说生意很好，分花红给我们。这一路走来，我受了很多人的恩惠，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当我可以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让其他有需要的人也跟我一样有同等的机会，能够改变人生的几率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改变了别人的几率，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这道数学题还没做完呢，如果这个月还交不出租金的话，那补习中心可有难了。啊！到时候可能是你请我吃雪糕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不会让你们失业的。我不是担心失业，我是担心你。担心我？你知道吗？每一次我遇到心烦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闭上眼睛，听听海浪声、鸟虫声，还有树叶被风吹起的声音。
连续上2堂课，真是要命。哎，那个陈实咯，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有急事要请假，幸好我没伤风感冒，如果我也请假的话，哪里来的老师代课？电脑砸成这样，为什么不拿去修啊？哎，你跟思远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的，为什么那天他突然发疯砸你的电脑？我不知道哎。你不觉得那天一家三口的气氛有点不对劲吗？今天一个请假，一个翘课，我猜他们家里一定有问题。家里一有问题，最受影响的就是小孩。我想去买杯咖啡提提神，听说这里附近开了一间新的咖啡厅，挺不错的。要不然，我有事，先走了。我还以为你不来。你要吃点什么吗？你约我出来干什么？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我和你爹地的事情，所以想要约你出来，坐下来，好好谈一谈。好啊。那你们到底在一起多久了？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是因为你喜欢我爸，所以你之前才对我那么好。思远，我爸已经结婚了，他是有妇之夫。我承认我不应该介入你爸妈之间的婚姻关系，但是前提是他们的婚姻早就出现问题，要不然我要怎么破坏都破坏不了的。所以你是想说，你不是小三？我妈才是你们之间的第三者，是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们这些大人，来来去去只会讲这种话，什么夫妻不和啊，感情出问题，全都是借口。这不是借口，这是理由。我说的是实话。你爸他是个好人，他也是个好爸爸，他也尝试要当一个好丈夫，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。很多事情不是像你看的这么简单，所以你就来帮他化解压力啊？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，我不期望你明白我们，但是你现在突然离家出走，又不接你爸的电话，他会很担心的。就算他真的担心我，那也是我们一家人的事，与你无关。我已经打给你爸，他会过来接你。原来你骗我出来，就是为了要让我爸找到我，是吗？我是为你好。我怎么那么笨，给你骗了一次又一次？陈思远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？从你和他在一起的那一天开始。思远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快追，快追啊！
走啦。或许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冷静的想一想吧。为什么你事先不跟我商量，就私自去找思远？我原本要劝他回家的，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他现在跑掉了，想要再把他找回来就更难了。对不起，没有帮上任何忙。我以为只要面对面沟通，他就会明白我们。他怎么可能会接受这样的事情呢？你这个时候去找他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对不起。好了，你要真是想帮我，那就不要再去找他，也不要传简讯给他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这事情变成这样，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收拾了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，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好，我们再躲一次。好，来了，这个笑容多一点哦。外卖到。喂？什么？你在什么地方啊？芳芳，找我找得这么急，什么事啊？我告诉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站在我这里。走。哎，芳芳，怎么啦？啊？死狐狸精，不要脸！怎么打人啊？他抢我男朋友，破坏我的幸福。我不打他，打谁呀？你不要在这里发疯。我疯？那你就是贱！亏我还把你当成闺蜜，你这个贱女人，为什么抢我的Sean？什么你的我的？Sean说啊，他喜欢的是我啊。不要打了！不要！韦格蒂乌斯说过，你想要争取和平，就要做好战争的准备。原来越是想要生活的平静，就更要做好战争的准备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会有一只魔爪伸进来，挑起一场你无法拒绝的战争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怎么受伤了？我和芳芳一起去打小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和芳芳一起去打小三。你到底对玉婷做了什么？她破坏我的家庭，我给她一点教训。
不应该吗？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，你怎么可以对玉婷动手呢？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很理智的去处理这件事情，却没有想到你太过分了。玉婷破坏我的家庭，破坏我的婚姻，我就算打她，我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啊。我相信全天下的女人都会为我拍掌的。你到底要我说多少次你才会明白？我们的婚姻现在出现问题，并不是因为有第三者。对啊，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，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，不代表你可以跟他在一起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当初为什么我们要结婚？难道当初你对我说的那些承诺都是假的吗？不是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你外遇的对象还是思远的补习老师，你这样做对我公平吗？亏我之前还把他当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我跟思远的感受啊？你是思远的爸爸，你是我的丈夫，你们2个在一起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不要再说了。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虚伪，你到现在还维护那个狐狸精陈实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够了！为什么你总是这样子？为什么你永远就是这么的霸道，这么的不可理喻？所有的事情都要别人听你的，接受你的安排，尊重你的选择。就连到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。我呢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尊重过我的选择？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样跟你沟通了。你说我霸道，我不可理喻。好啊，你给我一个理由说服我，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？你说啊，你说不出来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吗？你说啊！因为我爱他。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战争的准备，但原来这一场战争，我一开始就已经输了。多久了，我都没变，爱你这回事，整整6年。你最好做好准备，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。想说我没有志愿，也没有事情好消遣，有一个人能去爱，多珍贵。没关系。